自从澳大利亚加入美国主导的反华阵营后，这个国家的日子可不好过了。根据近日的数据显示，澳大利亚遭到的经济打击很可能将达到230亿美元。这场贸易战比澳大利亚预想的要糟糕很多。得出这一结论的是3名澳大利亚前外交兼贸易部官员。他们在研究报告中发出惊呼，似乎不相信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制裁会给澳大利亚带来这么大的重击。可事实就是如此，澳大利亚有多依赖中国市场，或许并不能准确地说出来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该国若是没有了中国市场，不仅经济会持续下跌，甚至找不到能代替中国市场的国家。只不过就目前来看，澳大利亚人并没有认清现实。该国现任的贸易特使托尼·阿伯特非常自信地认为，澳大利亚在拥有了印度这一贸易合作伙伴之后，就不再需要中国了。据悉，前段时间托尼·阿伯特曾对印度进行了访问。事实上，有这样想法的不止他一个，还有莫里森。那么，这到底是澳大利亚在失去中国市场后病急乱投医，还是印度果真能够跟中国较量一番？首先，在分析看来，托尼·阿伯特如今已经是将印度当成了救命稻草，所以在潜意识里就把印度捧上了最高点。其次，至于印度在经济领域的发展，以及钢铁产业、制药产业和科技产业的成就，且不说与中国相比，仅印度本身就过不了自己心里的那关。莫迪确实很注重国家制造业的发展，可在这个过程中，该国还存在很多问题，要不然印度也不会到现在很多基础产品都需要从我国进口。光从这一点就足以看出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并不高，或者印度贫富差距更是该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点。因此，印度绝不可能成为澳大利亚的救命稻草。况且，在澳大利亚力捧印度时，内部就已经敲响丧钟了。印度媒体自己都说了实话。前不久，印度媒体透露出一组贸易数据。数据中显示，今年1月至6月，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进出口额增长了65%以上。同时，印度多名部长承认，包括消费类电子产品、电脑设备在内的共86个分类上严重依赖中国。也就是说，不仅是澳大利亚离不开中国，就连印度也离不开中国。澳大利亚和印度两国半斤对八两，谁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就这，印度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，澳大利亚想要拉印度下水，现在的莫里森怕是该感到担忧了。若他自己的支持率继续下滑，可想而知会迎来什么样的后果。相比之下，中国什么都没干就赢了，澳大利亚还拿什么继续与中国对抗？在卡布尔沦陷时，美国狼狈撤离，再度上演西贡时刻。美国所剩无几的道德权威被摧毁殆尽。这场史诗级的耻辱造成的影响，仍然还在美国国内、盟友和伙伴间发酵。似乎不甘心就这么备受屈辱的撤走，拜登政府还想搞事。在接管阿富汗首府卡布尔第5天后，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。而在当天，19号路透社报道称，美国援助阿富汗的武器已都落入塔利班手中。塔利班在社交媒体发布大量缴获的战利品图片，包括 T-55坦克、黑鹰直升机、扫描鹰无人机等。一些美国官员开始担忧会被用来攻击美国，甚至可能会移交给中俄等国美国对手。而且有官员透露，拜登政府正担心这些武器不排除空袭销毁的可能性。不过，美国专家都坦言，中俄不一定会感兴趣。美国刚撤那会儿就在炒作，其实就是为轰炸一个主权国家找借口而已。目前卡布尔机场仍然还有大量美军驻守，共计约5200名军人。美国动力网站也报道称，五角大楼透露，美国海军的超级大黄蜂战机一直在卡布尔上空武装监视，为了保证撤离任务。报道提到，美军撤离结束时，可能被迫放弃大量物资。当最后一批美军撤离部队离开卡布尔时，这些战机可能会被下令摧毁附近机省的飞机、车辆和其他设备，带不走的都炸掉，再为美国捡回一点脸面。当天，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还警告，还有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摆在眼前，不能让中俄掌控阿富汗局势。这就表明，北约和美国肯定不会就这样简单撤走，不甘心20年的布局毁于一旦。然而，北约中却出了一个叛徒。19号当天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态，对于塔利班合作持开放态度，而且正在接洽与塔利班军事力量会面。如果塔利班提出要求，土耳其随时准备提供技术和安全上的援助。土耳其忙着站队高兴得太早，帝国坟场可不是开玩笑的。目前中国对于是否承认塔利班政权还是持谨慎观察状态，已经研究了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失败经验，不会重蹈覆辙。中国从未打算出兵，并用其他方式解决阿富汗问题，包括和邻国塔吉克斯坦举行反恐演习，以防止混乱势力渗透，同时绕开阿富汗陷阱。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后，阿富汗塔利班摧枯拉朽拿下卡布尔，北约狼狈撤离，而他们一直都在担心西方撤离以后，中俄会迅速填补地区权力真空。不过中俄似乎并没有介入局势的打算，仍然按兵不动，而半路却杀出一个土耳其。在8月19号，继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表态，正和阿富汗塔利班对话以后，
总统埃尔多安也表示，对双方合作持开放态度。他还表示，仍然希望能够帮助维护喀布尔机场的安全，并且希望与塔利班领导人举行会谈。如果塔利班提出要求，土耳其随时准备提供技术和安全上的援助。目前正借助巴基斯坦和塔利班军事力量会面。土耳其作为一个北约成员，和对手塔利班接触，相当于叛变。如此迫不及待，想干什么呢？从叙利亚、利比亚到阿塞拜疆，土耳其的地区野心暴露无遗。现在又想趁机将手伸向阿富汗。从地缘政治来看，土耳其并不是阿富汗邻国，中间甚至隔着黑海，还有多个国家。土耳其介入阿富汗是想借机势力东扩，并且在阿富汗未来格局形成前抢占先手。土耳其政府喉舌媒体《每日晨报》坦言，随着美国撤军，中亚地区力量平衡发生变化，土耳其需要在地区发挥积极作用。土耳其对于中亚早就觊觎已久，在2001年加入北约驻阿富汗军事行动，但是土耳其一直避免参加军事任务，反而发展人道主义、援助工作等，还修建学校，传播土耳其的思想和观念，加强阿富汗各方的好感，并且进一步加强对中亚的影响。不过塔利班的态度很冷淡，要求土耳其9月前撤军，对埃尔多安会面的请求也没有回应。因为中俄早就多次强调并警告，不要让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。中国在多个场合也表态，要塔利班和东伊运割席。与此同时，近日我国外长和土耳其外长进行了通话，并强调一点，阿塔需要以明确态度与一切恐怖势力彻底切割，并采取措施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国际恐怖组织。这看着像指桑骂槐，说阿塔顺便警告一下土耳其，如果土耳其将其雇佣军或者其他突厥语武装分子渗透阿富汗，扰乱中亚地区局势，危及中俄边境，那么中俄必不会客气。据此前报道，我国云海1号02卫星于今年3月18日遭遇不明撞击，被分解成数十块碎片。这一消息来源于美国空军第18太空监视中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国的一颗已退役的气象卫星 NOAA-17在几天前也自曝分解成了10几块碎片。而有外国媒体最近报道，美国著名天体物理学专家乔纳森·麦克道尔最近表示，中国云海1号卫星是被俄罗斯运载火箭的碎片撞击而被损坏的。麦克道尔还拿出了一些具体的数据来证明。他声称，在和中国卫星撞击之后，来自俄罗斯的这块火箭碎片就从轨道上消失不见，这就基本确定了其与云海1号发生过撞击。不过这一些都是美国专家的一面之词，其实美国也不能完全摆脱嫌疑。之前说过，在云海1号被撞击之前，美国曾有一颗退役的气象卫星自曝解体。针对这一事件，有相关人士指出，美国卫星自曝的时间非常敏感，而且美国近年来大力研制空间轨道飞行器，这一武器对在轨卫星威胁巨大，美国很可能就是利用它秘密破坏中国卫星。究竟是谁干的？目前美俄双方各执一词，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双方都摆脱不了嫌疑。最近，美俄双方就因为国际空间站发生了激烈争吵，相互指责对方才是导致之前国际空间站漏气事件的元凶。众所周知，美俄双方是国际空间站的核心成员国。俄罗斯最近宣称，经调查，之前的国际空间站漏气是因为美国宇航员为了早日回到地面，故意破坏导致的。而美国自然不会承认，反咬一口，指责是因为俄罗斯宇航员操作失误才导致空间站漏气事故的发生。值得可疑的是，美国拒绝了俄罗斯提出的对飞船和宇航员调查的请求，更像是心虚的表现。目前在轨道上的大部分卫星都具备多种功能，在战时有很大概率变成间谍卫星，为地面部队提供第一手的作战信息。所以美俄双方对太空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一直都非常重视。而随着中国航天的崛起，美俄不得不对中国产生重视。可以说，现在太空竞争已经形成了中美俄三足鼎立的局面。所以我国卫星被破坏，美俄肯定脱不了干系。目前来看，美国的嫌疑更大。随着大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，中美俄三国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会上演太空大战。